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 Big Joe。那我们这个频道呢是关于职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频道和这个个人成长的这样一个频道。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现任 Newsbreak 的 COO Vincent，那他曾经也是哈佛顿邮报和雅虎新闻的 COO。那我们请他来呢，主要是想介绍一下关于这个职业发展这样一个话题，因为呢，所谓的这个 bamboo ceiling， 像我们都认为华人在美国是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的存在，但是呢，这个 Vincent 他却能够做到一个 C level C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CEO 的角色，并且统管非常多不同的功能比如说我们讲到了什么商业呀，比如运营啊，比如人力啊、财务都归他管，那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角色。上期节目他讲到他如何一步一步的从广东佛山到中山大学，再到美国来这个留学，然后成为一个 CEO 的过程。那今天呢，我想Vincent 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角度来说，你的很多洞见，这样可以跟很多年轻的一些观众做这样一个分享。谢谢大舅，很高兴分享我的一些想法跟经历。好，那首先呢，我想听听你一个说法，就什么样的人适合或者可能做到在美国做到这个管理层呢？对，首先我要说明一下，就是说不是说你一定要是什么样的人，你才能做到这个管理层。这个就是说，如果这样说，我觉得太过绝对了，对吧？这个做管理者或者说公司的这个带头的人，或者 C level 吧，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或者说大家比较知道的，比如说比较出名的这个 Elon Musk 或者是 Steve Jobs，本身大家也听过他们的很多故事，对吧？本身并不代表他们一定很擅长于管理，或者他们脾气其实据说也是很暴躁，对吧？很难相处，对吧？我相信大家工作中也会碰到很多不同的这个人的性格是千奇百怪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就是说，包括这个是平时跟同学们跟大家也沟通，什么样的人，这个毕竟职场上或者美国职场上还是有，一些跟国内的职场或者个人发展的很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边今天就抛砖引玉，就是说一下我的个人想法。我自己觉得是有一些共性的地方可以大家来探讨的。就是一个，我来美国留学，自然也去以前也常逛这个，比如说这个 MIT、BBS， 或者说其他一些社区，对吧？大家也经常说，这个比如说跟我们华人比，跟这个印度的这个同事比，觉得印度同事沟通能力更强，他们比较擅长于这个怎么样，对吧？搞关系，对吧？然后所以他们就上去了。今天的确，你比如说硅谷或者说华人科技公司，印度裔的这个。做高管的要远比中国人要多得多。中国人说句实话挺少的，我也有幸认识做到管理者的这个几位，比我还要新练很多的同事，这个杰出的领导者了，这个包括我们公司马上要宣布个消息了，这个是个小广告，不过这一期现在不能说名字，但我这一期广告出街之后，估计你就知道那位是谁。没关系，我们这个节目还是有一段时间，过几周要剪辑。对，所以其实问题不大，就是但是其实也就那么几位了，大家都知道，就是在美国的大的科技公司做到真正 SVP 或者说这个 C level 这个，我想说，我也跟他们探讨，也跟他们身上观察，我觉得有几个点呢，我就反正跟大家 share 一下，就是说觉得一个就是说。还是强调这个 communication， 这一点呢，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点，但是在我观察到我们很多的华人的这个工程师或者管理者也好呢，我觉得比起也回想起自己的经历了，因为我是有点特殊，我是被强推着进入一个媒体公司这样的环境，在媒体公司呢是一个比较。跟科技公司有点不一样，虽然我们哈佛顿邮报是个媒体科技公司，但说到底还是个媒体公司，对吧？在媒体公司你要活下来，或者说你要，哪怕不是说往上走，你就是 survive， 你必须要。我当时想想，我就被强推着，不自觉的每天这个 communication 是，就一定要非常 overly communication， 这个是要把自己推到一个就是说你。怎么说呢？你要强迫着自己去想 communication 里面很多的事情，然后去想还没有用，关键你要实践。就是这个实践的过程，我觉得美国人总的来说，他们对 communication 的重视程度也远远超过我们。那这里说的 communication 我可以稍微就是挖深一点嘛？你这 communication 指的是什么呢？对 communication 不单只是说人对人的沟通，或者说只是说你上台的时候讲话的那种只是 communication 一部分。
communication 就涉及到我觉得大家华人工程师或者大家可以想一想的一点就是说，有人的心理或者把自己置身处地的放成团队的一份子，或者说不要老想着自己是个中国人。就是说我当时进入赫芬顿邮报第一天，我就明确告诉自己，就是说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哪怕我英语有点口音，我吃的东西可能不一样，或者生活习惯有点，千万不要把自己放成我是来自另外一个国家的，或者我是个 foreigner， 一定要把自己强迫成我就是这个地方。其实美国人你也发现没有什么说真正很本土的人，美国人就是尤其像我们在媒体公司在纽约，你可以发现其实各种人设都有。所以当时我那几年的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蜕变，就是怎么说呢，我真的有很长一段时间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也没有把这种，也不是我们忘记了我的这个望祖但是就是说没有把自己放到这个位置上，就是一定一上班就是把自己虽然我当时英文可能没有现在好，但是也不用管，就是脸皮要厚，然后呢就是不停的跟这些做任何事情，就是除了这种正式的会议也要跟这个，我当时还要 deal with 这个 editor， 还要 deal with reporter， 还要 deal with 这个各种的这种纯文的这种人这种记者这种人，跟他们打成一片。这种 communication 我很难具体描述出来是 exactly 你要做什么，但是我的一个强烈的建议就是说，你要真正的融入这个团队，而且让他们觉得你是他们的一份子。而且是我觉得英文并不会成为一个特别大的障碍，只要你把自己放开了，然后把自己从心里面就觉得他们是一份子，从他们的思维角度一直这样去沟通，慢慢你就会跟他们完全。我觉得很多美国人到最后也，我不说他们突然就没想起来我是个中国人，就是说大家会到达这样一个进度。所以 communication 是你要成为一个 leader， 你首先必须在 working level 你就要跟他们达到一种。怎么说？不要让别人想起来你是一个外国人，就是有口音，有一些文化差，其实这个都不是很重要。工作上这个大小正式的、非正式的、上台的、台下的，或者平时的跟他人出去吃饭的这些东西，只要人放开了，我觉得是打破你自己设置的一个障碍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一关我觉得说容易其实不容易过，不容易的。这一关是不容易过，你要自己。尤其科技公司，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比其他类型公司要难一些，因为科技公司大家有很多的任务要做具体产品，要做具体开发，很多时候你要自己在那边把这个事情做，你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跟别人沟通，对吧？但是这一关，我觉得如果你要往上走，我觉得没法绕过去。另外一点呢，我觉得最好还是要读一点心理学，英文叫做 Put yourself in other people's shoes。我觉得很多的管理者，我觉得是个不错的管理者，但他没有到真正能够往上走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总是把自己跟别人对立起来，或者说这是我的，我觉得你怎么那样，就是你其实人呢，我觉得都是怎么说，每个人都肯定有自己私心，但是也肯定就是都是类似的，一定要比如说你作为上司，你去给下属布置一个任务，或者你跟你的上司沟通的时候。你应该会想到对方的反应，这一方面我觉得一些心理学的方面，就是说或者你作为一个比较大的团队里的一个 director 或者一个 VP，你去跟全员开会的时候，你讲话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好的领导者一定要知道，或者说有一种 gut feeling，就是说你讲这个话的时候，大家会怎么想的，然后就是我说的经常就下象棋一样，你下了一步之后。你 most likely 你要 think about the next 2 or 3 steps。possibly 你的不管是你的对手还是你的同事，他怎么样一步步的反映你这个工作，或者你的这些微妙的东西，往往能够成为我觉得能够成为你能不能真正把这个公司的这工作上的这种各种关系处理好。然后不能说只是关系处理好就把事情做，你一定要因为关系处理好了，就是会真正才能有可能把那个事情做出来，把那个产品做好了，或者把那个事情推进下去了。美国公司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推进速度相对是比较慢的，就是说这个很多时候因为人的个性很强。中国公司一个当然不能非常说绝对化了，也有很多不同的。中国公司的很多中国公司的特点就是推进比较快，执行力很强嘛。美国公司是比较讲民主这一块，你就是说，我觉得个人经验是你既要考虑团队的这个沟通，但是你也要出结果，你也要出产品，你也要出真正的业务，就是真正要。所以这一块是
我觉得因为最后比如说大公司的就是说 CEO 或者说集团公司，他有时候啊，你团队管理的很好，大家都很喜欢你，但是你出不了成绩也是没有用，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我觉得一定要兼顾好一个所说的 vision， 就是你知道自己关键的核心你要做，今年或者这个季度你要做什么。但另一方面，你要想好你在沟通当中怎么把这一层层的这些战略一层层的灌输到不同的人里面去，然后让各自来执行各自的 task， 然后为这个服务。说起来是比较容易了，做起来其实很困难。我觉得做管理者，在这一点上，在美国公司会非常的关键。如果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咱们只是一个建议了，因为美国公司很多时候他想提拔一个人成为管理者，他会除了考虑本身的专业水平，比如说你的产品或者你的技术或者你在哪个方面的能力之外，他也要看你是不是一个well-rounded， 也就是说你是不是个 general。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很多时候他们会喜欢一些比较 well-rounded 的人，就是比较 general， 就是什么都会懂一些。哪怕这个不是你的专业或者不是你的专门的这个领域，多多少少也要学，而且要能够上得台面嘛。就是说你在很多时候能够显示出你的个人的时候，就是你在公司开大会啊，或者说做all hands 啊，或者说去对外的时候那个 presentation 的时候，这一块你的所谓的 leadership， 有很多同事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有很强的 leadership， 但是没有机会给他们表现出来。那这个表现的场合，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华人各位同学们去学习，或者去更加的进一步去 sharp 这个 skill 的，就是你到你上台面的时候，能不能从心里面表现出来那种 leader 的气质？因为说句实话，你的同事、你的下属、你的上司，甚至你上司，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去考察你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舞台嘛，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这里面可能细说了有很多的这些技巧，或者说你能不能真正的表现自己。我呢，因为从一开始 career 早期是在咨询公司相当于成长的，所以这一块我有一点点优势，就是说很 early stage 的时候我就习惯了上台对着几百人我也不害怕，对吧？这些就是。但是我觉得很多同事，比如说走技术路线的，或者一开始做工程的，或者这一块，我觉得要练习，一定要多加注意。就是说，你在一个几十人看着你的场合里面，能不能表现出来自己的那种气场？我觉得也是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很重要的一环。我稍微 summarize 一下，我从你刚讲里面我提炼出来的一个心态和2个技能。第一个心态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国际化人士，而不是把自己当做一个中国人的这样一个心态。是。然后技能呢，你刚才讲2个技能。第一个技能呢是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比如你讲了一个话之后，你要思考别人会怎么想，然后再想着你会怎么样。这个东西我把它大概，你可以把它叫 EQ 也可以，或者你把它叫做 empathy 也可以，就是共情的能力吧，就是从别人角度思考问题，这是一个能力，那第2个能力你刚刚强调了，我觉得就是 public speaking。就是在很多人面前展示出来你作为一个领导者的一个气场，能把一个事情沟通的非常清楚，这实际上也是一种 communication 的一种能力。我觉得大概我刚才听到大概这么几点哈，我不知道我 summarize 对不对 ？summarize 得很好 ，summarize 得很好。我有时候一说就说长了，对吧？但是没关系，我就讲得很好好。那我现在讲就刚刚我们讲到了几个重要的这个心态和能力。那么想成为公司管理和高管，如何提高自己的领导力呢？你有没有做过特别的练习，学习过特别的知识，或者是培训，或者是怎样的让自己拥有这些技能呢？就我觉得我们都是从 MBA 过来的，对吧？MBA 里面肯定大大小小的 leadership 课程很多，对吧？对。我坦白说，我在 MBA 的时候上那些课程没有感悟，就是说都是美是吧？对我来说 too easy 太简单。不是真的，那个时候可能做个咨询公司过来，也就工作几年过来，就是我当时读 MBA 的时候感觉学校非常强调那个，甚至那个是考察人才的最高标准或者唯一标准。就是他们甚至说你这个人，不管你这个技术好，那个能力好，关键到最后就看你有没有 leadership。但是我没有体会得很深。直到我现在毕业之后，这么10年之后，慢慢的实践之后，我回想起我学校里面，大家很多也忘记了，这个 leadership 本身的这个定义，或者说什么叫好的 leadership。我自己的看法呢 ，leadership 一个点呢，就是说一定要跟自己的个性或者自己做事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不要强求，这个跟我之前写那篇 CD 的文章也有点类似，就是不要照搬一些说leadership 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把自己强往那个方向去扭。也人的个性是很复杂而且很独特的，每个人的 style 管理 style 非常不一样。其实我从读 MBA 前我就知道自己的优点有那么一些，对吧？我自己最大缺点是什么？就在管理上，就是我这个人比较的，我不是很喜欢太严厉，就是我比较不那么 tough， 就这么说吧。这个是我的一个，从我的下属或者我的 team 是比较喜欢我，但是也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是很喜欢骂人，就说句实话我。但是这一点，所以我这几年走过来，我的 style 一直在公司里面，就是我一个是大家很喜欢我，这个的确是就很喜欢跟我工作，不是说因为我 nice， 因为我比较喜欢平和，而且比较喜欢大家就是说比较民主的这种工作方。但是呢，所以这个时候，但是你也看到很多的很 top 的或者很暴君式的这个 leader，最后也成为很好的 leaders，对吧？对的。这些，所以我的观点，第一个，你不要。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自己说，一定要像 Steve Jobs 或者是 Elon Musk 或者是谁谁谁那么强势的，一定要是那样的 top 人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也有很多 leader 不是那样的，对吧？所以是你要摸索出来自己的第一点，就是说，你的个性、你的管理风格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情况下？因为我觉得人呢，成为一个 leader，人都是有优缺点的，就是每个人都有。我觉得改变自己缺点是很难的。就是你要完全把自己缺点改掉是很难的，就是你把个性改掉也是很难的。但是我觉得成功呢，最重要是发挥你自己优点，就是把你优点那一块发挥到极致。比如说我的优点，我觉得我就是很善于团结别人，我很善于去团结团队，把士气点起来，然后呢说服别人去朝着这个 vision 来走。因为你在公司里面其实我有时候不完全说你汇报给你人才跟着你干活，你还要说服很多不在你的 team 里面的人跟你去共同做一件事情，这一块我挺擅长的，而且我挺擅长用一种比较理性的方式来去说服这个事情，而不是用这种强制的方式去 force 别人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我就是把这一块的这个 leadership 发挥到极致。另外一块就是一定要有 vision， 这个也大家可能学校里面有学过，但是究竟怎么叫 vision？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一感觉你在真正做业务、做产品。领导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团队的时候，其实工作本身是很复杂的，就是说有很多纷繁复杂的各种事情，尤其当你真正运营一个公司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那种投资者或者说商业分析师或者说外部的人分析你那个东西那么简单的，不是说你这个 strategy 对了，或者这个产品这样走就对了那个产品这样走不对，只是当时没想到，很多时候谁也不会说没想到这些事情，真正要执行出一个东西。从想到这个 idea 到真正 execute 这个 idea， 把这个产品做出来，这里面是非常纷繁复杂，有很多很多的，你根本就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的，包括人的因素竞争对手因素，很多内部的，其实很多时候，特别在科技公司是这个优先级或者资源的因素，对吧？你不一定大家都知道那个是对的，但是你们就是没有 resources，你怎么办？是的，或者没有足够的 resources，你怎么办？有很多的这种 constraint 很多 constraint，大公司有小公司有一样的，都是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一个 leader 最关键就是你的 vision，就是你心里面从初心到一开始决定做这个事情，能不能一直坚持在你自己知道要做这个事情，你要做成什么样子，中间这个过程，但是就是考验你 leadership， 就是你怎么有时候你没办法直线的到达，你要曲线救国，你有时候绕开一些障碍。甚至说白了，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成为你的阻碍，对吧？或者说他本身并没有跟你有什么矛盾，但是可能他的意见会导致你没法达到那个 vision。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办法去 fight with this obstacle，对吧？这个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很多人我见到就也是很不错的人，但是他就这个过程他很容易就迷失了，就没有这个一直说。坚持当初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有时候可能有很多时候做到一半之后，发现有另外一个东西好像更吸引人，然后他就跑做那个去了。这些 vision 的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 leader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而且最关键是说，你不光是自己要有这个 vision， 你要很清楚的把这个 vision 告诉别人，告诉你的团队，而且是很重要的是时时刻刻的保持同步，就是你不能，因为团队。一 team 人不可能说每时每刻都跟你同步的，这个很难，没有可能。每个人也有不同的想法，对吧？很多时候团队的成员有时候他
他不一定同意你的，但是他很多时候不想跟你争，或者你是老板，他就不跟你说。但是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清楚的、细微的捕捉到这些的情况，因为呢，如果团队不是跟你同步，或者起码大致同步的话呢，可能在 execution 上就会出问题。这里面就很细了，就是说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 leadership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特别对于在美国工作的这个同学们，我觉得有一点建议就是，你还最好建立一些自己的 brand， 这个 personal brand， 有一些风格吧，就是人还是要有一些风格，有一些品牌，有些说大了可能说人格魅力嘛，我觉得这个太有点夸了，但是就是说，每个人有一些 style， 就是你做事还是有个 consistent 的风格，然后呢，把一个是上台面，哪怕在平时工作上也有一些。比如说自己的这个做事的风格怎么样，然后呢，自始至终贯穿这个风格，lead by example， 就是一定要做事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你下面的 team 就你的大老板可能会 vary，你带 team 的人带的怎么样，对吧？他有时候也会绕过你跟你的 team member 去沟通，觉得 Vincent 带的怎么样？你做的没有办法可能保证说每一个 team member 对你绝对的满意，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也不健康，肯定会对你有些意见，但是最关键的是说。你有没有把这个团队的这个，就是把你自己的风格明显的带到你的团队里面，让大家知道，比如说我以前在 Hamilton Post， 大家给我的一个，我临走前大家给我一个 feedback 吧，就是说觉得我非常的 analytical， 当然了，我原来做的 analytics， 另外一个就是应该说心急吧，他们说我比较老想很快的做事情，这个，所以我总是希望说做任何事情有个长远计划之后，有那么1个月2个月时间有一些效果，就所谓的 quick wins，就我经常做事情这样一个方式，基本上很成功的把我这个风格灌输到我的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就他们后来现在就是我走了之后，他们跟我说也是一直在 follow 我的这个风格，就是说做任何事情，有时候你美国公司不是很想说3年 strategy。2年 strategy 嘛，你光看 strategy 没有 execution，是没有用，对吧？所以这些是我总结的一些不成熟吧，应该说但我核心的还是说要有综合指挥能力，要有 vision，然后呢，说服别人的能力很重要，这个说服别人能够跟着你走的这种能力非常重要，影响他人也要有自己的风格，我觉得是自己观察到的一些比较成功的 leader， 在美国来说也是一个经常会是这样一个情况。对，所以我也稍微的这个总结一下，我觉得你刚刚提到3个，第一个就是要有自己的这个领导风格，不要学习别人，就不是说别人的领导风格一定是好的，对吧？你也可以有自己领导风格，观察自己怎么做得更好。第二个是愿景 vision 是特别重要的，并且要不断的坚持自己的愿景。第3个就是说你的自己的这个 lead by example， 然后把你自己的这种领导的这种做事风格，然后传输到你的团队里面去，让大家都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风格，对吧？我觉得这几个讲的也很有道理，好，那么对于领导来说呢，跟小朋友比起来，我觉得一个很重大的不同就是你会涉及到非常多的组织的复杂性。那比如说公司政治这个，那种大公司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资源上的分配啊，然后就会有一些内部的一些纷争啊等等。那从公司政治角度来说，特别是对于下面的人看不到的，你们才能看到的那些地方，你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关心，但有时候就有点敏感，或者大家不是很喜欢谈的问题。但我的观点也是很明确的。我觉得第一个，政治这个这个词可能有点强啊，或者 politics 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无论任何世界和公司，中国、美国都好，都是存在的，对吧？必须的。而且是做成，其实小公司也有，大公司也有，也不是说一定要大公司才有，对吧？对。我觉得第一点，我的建议是不要试图去回避它。对吧？因为大部分我接触过很多的同学，就说现在我们 team 里面有很强的 politics 啊，我有点想走了，或者我有点想置身事外了，我两边都不帮，我就做好自己事情。我观点里很难做到这样，就是无论是现在这个和平年代，包括你以前，比如说毛泽东带队的时候，军队里面一样有各种政治。作为一个真正强的 leader， 你没有办法回避这些事情。你不要试图去回避它，因为人是不能回避，因为你要告诉自己，我觉得你要去 fight with 这个 politics， 你要把你的所谓的，对吧？用词强一点叫 enemy， 或者说你的跟你意见不是很吻合的人的去做一个对抗，或者说跟他斗争，目的是为了做成你做的事情，这个是你自己要明白。就是如果你想谁也不得罪，大家都哈哈很开心的就把这个产品做成了，把公司做成，这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任何
哪怕只有3个人的公司都会有分歧。这个时候你就说任何事情你要达到你想做的事情，你的 career 你的 vision 你的目标是什么，中途肯定会有各种的 obstacle， 这些 obstacle 往往是来自人的。这个时候不代表那个人是你的敌手，或者说他是坏人什么，但是你就是要把他就是说斗争，或者说要战胜他，就不是战胜他这个人了，就是战胜那个意见了。对吧？这一块是我觉得个人看法，觉得大家要迎接他，一定要正面的迎接他，不要害怕他。对，不要试图这个说这个话会不会得罪那个人我当时这么说吧，在咨询公司的时候，一开始我在国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一进去也肯定，当时我倒是可能也是误打误撞，就是其实就是说你不能不站队，有时候必须要对吧？特别你比较弱小的时候，你如果说我两边不得罪，只做我的自己产品，只做我自己的一个项目，那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成长了。这是一点，就是你心态上要明白。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是关键说你去面对这些政治的时候呢，我之前跟一个也是你们 Google 的这个很资深的这个 leader 聊过，他给我当时我还相对前几年吧，就是给我的建议就是说，自己要有个判断，就是说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人，其实人呐，什么样的 leader， 因为对吧？大部分你有自己团队，你上面还有你的对吧？你是属于一个更大的一个团队 leader， 你要自己判断要跟什么样的人才更有可能成功，对吧？因为比如说我理解到，比如说 Google 里面或者不要说 Google， 就是一般大公司肯定是有些项目或者有些 leader， 他会更有可能成功。这个时候你自己要做一些预判。你完全没有做预判，完全等你知道了以后，比如说等你已经看到谁要赢了，谁要输了之后，你再去站队，那就晚了一点，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一个处理这政治斗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要去主动挑起政治斗争，而是呢你要知道你的核心，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当真的是政治斗争不可避免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去迎接它。这当中有很多的技巧，就是说比如说刚才也说过，你很多时候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事情，有可能别的组或者别的一些关键人他们会有不同意见，他们可能会阻挠你。这个时候你要预先想好，比如说你抛出一个东西就像下象棋一样，你要想好接下来对手的2、3步是什么，然后你自己又想好他们抛出的步骤的时候，你的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当你想好这2、3步的来回可以所谓的有点博弈论的意思，就是你在这个计划你的任何的一个 move 之前，你就有一个准备。就很不幸的在大公司里面的确会有这种，就是说有点说你要做一个事情了，比如说你想 fight with 一个 scope，你想做一个项目，往往就是人家不一定给你做了，你要经过一系列的斗争，人家才会给你做。那这个时候你要想到从一个怎么样的 angle， 怎么切入点，或者谁会支持你去做这个项目，他们支持你的原因是什么，不代表他们就跟你是同盟，他们可能是趋于他自己业务目标，或者他们这些事情要先考虑好。我接触下来很多中国同学就是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这个策略啦，但是可能还是想得不够深，还是有点就是说plan 得不够细，因为的确是特别在科技公司里面，很多时候就其实说到底，大家争抢的最主要的就是资源嘛，就是比如说工程的资源，比如说各种这一块，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有时候复盘去想一下自己的这个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好的，谢谢你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 switch gear 一点，因为我们讲到了你作为 CEO 要管理很多个不同的部门，很多不同的功能，而且因为你在美国做 CEO， 这在中国又不太一样，你会管理国际化的一个团队，一个国际化的团队。那我不知道你手下有什么样的人，我猜测可能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吧，有美国人、中国人、印度人、欧洲人都有。怎么管理一个国际化团队？管理国际化团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国际化团队就是大家我相信有过相关经历的朋友都有深有体会，是非常困难，非常痛苦。这里国际化就涉及到，比如说地点，就是说可能是如果地点是美国，同一个 office 里面有中国人、美国人，或者是其他国际的人。更困难的是有一个时区的问题，就是说，对，我们公司也有中国也有办公室，对吧？美国办公室隔了15个小时。时区，我先讲时区这个，我深有体会，也是你说我有很 perfect 的解决方案没有？因为什么呢？人都不坐在一起，或者可能一直都见不到面，总有各种的猜测。人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总是有另外一个 office 人不知道干嘛，或者他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
或者总是想象着他们是一个总是做一些错的东西，或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游戏里隔了时区之后啊，很多东西你就来了，凭着邮件或者凭着 Slack 来沟通一下，这个远远不够。对，一般的解决方案是说，把大家的任务分派的清楚一点，接口弄得很清楚啊，谁负责什么，谁负责什么。这个当然是这么说了，但实际操作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或者困难。我个人的心得呢，有2、3点吧，当然不是说特别的，有些会 work，有些不一定 work。第一个就是说，还是要费一些时间在沟通上。我对自己团队是这么要求的，就是说你不要图省事。比如说有时候有些东西写 email 是很费时间，但是你现在是国际化的 location，你就是要写长 email，你就要写一些。把一些本来讲话讲10分钟，但是你因为大家有时差，你总不能搞清楚，总不能靠讲啊，对吧？讲不清楚，而且大家要约个时间开会很烦，很难。email 就是始终是一个很好工具，所以就是说强调大家就是要 over communicate，有时候的确是费一些时间，但是你在 email 里面讲清楚了，来来回回最多来回多一些回，然后把这个事情要落实到这个文字上，对吧？这是一个方法。当然工程上 engineering 我觉得上面就肯定比较复杂了，大家用 Slack 什么的会有沟通啊，但是因为有一种心态就是说，大家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老在，比如说中国同事可能这个人怎么在美国啊，如果他在我这边我就跟他拉讲2句话就好了嘛，又要费那么时间讲 Slack 讲 email， 对，好慢。越来越多这样的心态就会积聚成一种抱怨的心态或者埋怨的心态，那就更不利于团队的这个协作。我觉得这一块我的解决方案，一个是大家要强制他们的做这种就是 email 或者文字式的沟通。另外一块呢，也是就是说，也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潜移默化的让大家从一种人性的角度，或者说从这种 put yourself in the other people's shoes，就是其实让团队特别 junior 的同事明白，比如说我在美国公司、中国公司同事，他们也是同事，你以为他们是 evil 吗？你以为他们不懂 business 吗？你以为他们就想东西就那么傻吗？对吧？就是说肯定当中是缺了，你把自己 put out 他们的shoes里面去考虑，让他们也知道，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是 equally， 应该是 equally 聪明的，另外是 equally 都是想做事情的，只是因为现实的状况，我们现在要 staff multiple office，这个是我觉得是用文化上的一种培养吧，让他们就是然后多鼓励他们出差啊，然后见面啊，或者现在就是我们经常搞一些 virtual 的这个Zoom 的 meeting 啊，来使他们就是让对方，比如说这2个同事 suppose 要协作了，让他们不再感觉到对方只是一个符号，而是真正一个人的存在。那这个是多少能减轻一些。然后你说的同一个 office 中伪的文化，或者说这种各个国家混在一起，对管理团队的一个，我觉得2个心得，第一个就是 again forget about， 就是你自己，比如我自己也是有个国籍的，比如说我现在的团队里面有很多的美国人，有很多的欧洲人，有很多的中国人，对吧？肯定有。千万不要千万作为领导者，你不要把自己，比如说我是中国人，我就把自己更多放在这个中国的团队这个同事这一边，那你就完蛋了，或者说你这个一定要就时时刻刻的 forget about 你自己原来来自于哪里，然后呢，这些思维方式、语言或者文化上肯定有些不一样，但是我觉得 commonly 在 business 或者做工作上面，其实很多 common language，要强化这些 common language， 就是说我们也会招一些以前也会招一些本地的同事，他们也说以前在加入过一些中国的公司或者华人比较多的公司，他们也会加入之前也会觉得挺犹豫的，挺纠结的，因为觉得这种文化能不能适合。但是来了之后，只要融入了之后，大家觉得其实大家都是人嘛。其实我不觉得在工作场合上这种不同的文化里面，说到底大家都是做事情的，而且我也不觉得咱们中国公司的中国人的做事方式有在那么夸大的说很不一样。我觉得管理方式会有不一样，做事方式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大家都有 common sense， 就是要强化这种 common sense， 要强化这种大家共同的地方，然后把一些不同的差异点，千万不要想象去弱化它或者不提它，反而要说这是 diversity， 这是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就是要尊重各个国籍的人的这些他的思考方式的这个特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个人经验吧。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稍微追问一下，因为现在这个事情呢，你刚才提到了一点是特别是在中国人的圈子里的坊间啊，有不同意见的。但这个我觉得没有说是你同意哪个不同意哪个，但我想请你分析一下对于这些不同意见的看法。第一个看法就是说，作为一个经理人，对吧？你管理团队的时候，你不可以 play favorite，不能说你是中国人，所以你就倾向于多招中国人，或者是偏向于中国人，或者怎么样。但是确实有另外一个观点，说你是一个中国人的这个领导，你就应该多招中国人，提携中国人，然后因为有别的ethnicity 的人，他们自己会抱团，所以呢他们也不提携你。所以你不帮中国人，就没有人会帮中国人，对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导致你这个团队缺少 diversity，但是呢，你团队可能会有更多的你能够把你自己 ethnicity 的这个人能够提拔起来，成为更好的 leader 等等之类的。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必然是有利有弊的。我觉得你可以分析一下你对这两种看法的想法嘛。我的处理方法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一定不会把我的团队搞成中国人，或者说专门因为国籍这个事情来考虑给一个 offer 不给一个 offer。这么说吧，不光是为了 diversity， 不光是为了我的上级去看我这个团队的 mix 好看，而是我是深信说，一个团队如果你大部分是中国人或者大部分一个国籍的时候，你的很多的 decision making 呢，到真正你可能进来1年之内没问题，第2年的时候你就会出问题。因为我们 operate 的这个市场，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文化，职场的文化，是其实当你成为一个小团体，然后因为这种国籍、语言的关系聚成一个小团体的时候，你必然会走偏的。这是我比较强烈，可能是个 bias， 我觉得必然会走偏。但是我充分理解另外一种观点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比如说另外一个国籍他们抱团，他们只招他们国籍，我们如果不跟他对抗，我们相当于就自己人不帮自己人，对吧？我理解这个意思。我的这么说吧，我在做招人的时候，我就发了很多 offer， 我也不是没有，说句实话，我也没有，不是说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么说，我也不是说不照顾中国人，我也肯定有一些照顾中国人，但是我照顾中国人的这个前提一定是说，这个人他本身是符合我的要求，是我想要的人，然后他跟我工作的方式是合适的，或者说是跟我文化上是结合的，然后或者重要跟团队是结合的，然后他本身也是 open minded， 也就是他愿意去招人的时候不考虑说中国人、美国人。就说句实话，你说我有没有招人的时候有没有招1-2个心腹，或者说自己真正信任的这个，比如说我真的说有什么最心底最核心的话，我会有，每个人都会有的，对吧？这个可能这个心腹有可能我偏向于中国人一点，这个是有一点点私心，我可以坦白这么说。但是这个说到底，作为一个领导者，你关键的是说，我招这样一个所谓的心腹，无非的作用不是说我要把他培育成要搞小党派，不是这意思，而是说有时候我看到中国人，我们沟通之间比较方便，或者有些东西因为我作为领导者，很多时候也不是我的判断就100%正确，我也很多时候需要一个 sounding board，就是所谓有一个人跟我碰撞一下，跟我给我一些真正不同的声音，就是说我想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很多时候，对吧？很多时候我也是猜的，或者我的感觉。这个时候我会希望有个人能够1-2个人会跟我有一个碰撞。那这块我觉得可以，你关键是你自己觉得怎么 comfortable， 你觉得是跟谁可以比较有一些比较时常的沟通，然后可以把自己所有底气都跟他说，然后呢，这一块。但是我会觉得，我对大家明白，大家说这个抱团这个问题，我觉得抱团不是一个不可以的事情，有一些抱团是有用的，因为你比如说大公司，比如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团队有一个核心的声音，但是千万不要，我还是比较强烈的反对说，因为比如说有些面试的时候不适合，或者说觉得不是很适合的时候，也是因为他国籍的问题，你就把他招进来，这一点纯粹就是以后会给你带来很多对他不利，对你也不利，对公司不利，关键是对那个同事其实也是不利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是很核心的这个看法，说这个能力一定要不管是哪个国籍的人做事情能力一定要到堂，然后呢，你还是讲究 diversity， 然后如果你要招中国人呢，也希望这个人是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人，而不是一个只跟中国人的圈子里的中国人。我觉得你会变成这样的，对。对，还是要看，希望是有个国际化团队。因为我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现在中国的公司啊，
出海化、国际化比以前要多很多了。你可以现在看到这些公司，就比如说 TikTok， 对吧？现在在美国也很火，前段时间招了一个迪士尼的人做他的 CEO 等等之类的。我感觉就是说这些事情可能以后会越来越不可避免的。有时候我们怎么管理国际化？当然，中国的公司、中国的团队跟美国或全球吧，这个怎么样的一个磨合，这可能会是一个未来几年的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我想你的这样的经验，我觉得会对很多人都很帮助。肯定，就简单补充一句，就是国际化，就是我们中国的公司或者中国团队中国成员比较多的有点中国背景的公司，国际化不代表说你就拼命的 hire 这个 local 的所谓的把这个门面给装起，不是那么简单的。其实当中要考虑到，有时候要 hire 这些 talent， 比如说要跟政府关系打好，或者说要 PR 的形象要好，但真正的核心是在你的公司内部的运营的时候。有没有能够从本地市场的这个视觉去考虑，能不能把真正的事情一步步的推进下去然后所谓的接地气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我们中国公司、中国的背景的团队也一直在进步了，但是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的看法。明白。好，那今天呢，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今天我们主要想讲的是职业发展，就是对于大家来说，如何能够让自己更快的发展，成为更好的一个人，比如公司的 COO 这样的 C level 的角色，对吧？刚才你讲了这个什么样适合领导力、公司政治、管理团队等等，对吧？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个人选择，因为我发现你确实做了很多重要的人生选择，比如说你选择去从工程师到咨询，然后又读 MBA， 然后咨询之后选择到一家公司，然后呢？从大公司要跳到小公司，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大公司的职业发展可能是稳健，但是又快速；小公司可能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就是职业选择对一个人的职业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以及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选择是很痛苦的。这个所有的我每一次做的选择呢，应该说。没有，如果我有时候可以听着我很果断的，我当时毫不犹豫就选了这个。其实我觉得每人都是人最怕的一点就是选择比较多嘛，有选择是最痛苦的时候，没选择反而就一路走下去了，对吧？我觉得一个点就是说，我自己的个人的体会就是，有时候你很难精确的判断或者 evaluate， 经常比如说经常2个选择或者3个选择的，你去 pros and cons。这个机会是怎样，那个机会呢？我觉得这些你大概分析一下就完了，就是你也没法，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你没法 ，you never know。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在 Oliver Wyman 做了2年，然后这个打算觉得不在咨询公司待了，我要出来，对吧？然后当然我去面试了，对吧？后来我是碰巧就从来没想过去 AOL， 说句实话，也就是碰到了那个 COO， 然后他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我是 Oliver Wyman 的校友的关系，他就对我有一个更加的一个就是说相当于更看重一点吧，有一定这样的。当时是因为人脉关系嘛，是 network 嘛，因为他是 Oliver Wyman 出来的，你也是 Oliver Wyman 出来的。对，但是我应聘是正儿八经的应聘过去的，没有，当时只是应聘的话，原来我们是同家公司干过，他比我心里很多。但是我当时有几个其他选择，我这么说吧，我当时有 McKinsey 的 offer，有Facebook 的 offer， 有 Google 的 offer，然后有 AOL 的 offer，对吧？这个就4个 offer， 我还有一个我忘了，就4个 offer， 然后我也咨询也想，真的是想得很痛苦，当时另外3家名气都更大哈。对，就所有的 Oliver Wyman， 包括以前 career 的这些 mentor 所有人都说我疯了，基本上他们说，你说你摆在 McKinsey、Facebook、Google 不去个 AOL， 就我当时是这么一个，就选择是这样的。当时我也，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不敢保证说我其他3个 offer 不对或者我选择有更好。但是我当时选择 AOL 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就是我觉得去更大的公司，当然也是很好的公司，很好的机会，但是给到我的那个 role 或者说那个发展的空间。可能不一定，我跟我在 AOL 的这个机会要多，我就仅是凭当时我也当然考虑当时招我进去那个 COO 的，当时他的，因为我可以汇报给他，或者说在他那个团队里面这个 exposure 会更好。
但主要是说，比如说 AOL 给我的是一个真正就是说相对比较小的规模公司，然后我可以真正跟管理层接触。那比如 Google、Facebook 的个 offer 可能就比较肯定是相对没那么远离管理层了，就是这个真正的一个某一个 role 这样。我当时是一个挺痛苦的，就是说做了这个选择，因为当时这个 tech 公司当时这也是很好的时候，2013年的时候，对吧？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you never know， 其实 most likely 我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也是决定了我后来的这些一步步走下来，对吧？这个道路，我觉得，所以选择的时候，我当时最后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决定的那个早上，我也是。其实我后来一直都是说服自己去 take Facebook 的 offer 的，因为 Facebook offer 就有最多钱，然后那个 Facebook 也是当时这个很火嘛，对吧？就是那个早上，我突然间就是还是想到了一点，就是说自己做大公司或者在咨询公司建了这么大公司，我是不是应该去一个相对中型一点的公司去试一下？对吧？反正自己还那个时候想还有点年轻，这个觉得还可以再搏一把。所以我回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时候你没法去精确的衡量我建议大家不要衡量的太多，说这个钱多一点，这个钱多一点，那个可能 title 好一点，或者那个有时候这些东西你没法知道，还是抓住一点关键，就是说你如果不知道自己长远要做什么，你觉得most likely 你觉得某一些经历对你的下一份工作可能有用，就是说我的一个在 career 的 planning 里面，我经常做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我接一份新的工作的时候，我往往就想好这份工作是怎么为我下一份工作铺路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从入职 AOL 的第一天，虽然我不知道我下一份工作什么，但是我会想我希望从 AOL 这份工作我获得什么样的经历，获得什么样的 exposure， 然后我一路上我觉得这个方向我没有迷失。做 AOL 的进入，我其实一直想，我就是要获得运营的经历，我就是要获得真正的去 hands on 的去决定一家网站，或者说 evaluate 怎么去管理一个 operator 这个经历。尽管我不是那个 operator，但我们老板或我老板才是，但起码我是他身边很 close 的人，我就大概会从这方面获得很多 hands on 的经验。所以我在这2年的 AOL 经验里面，我会非常注重，我倒不是很注重说。promotion 或者说薪酬我都没有太重，我更重要的是我有没有机会去参与到真正的operation 的这个决策的过程，或者说怎么样决策的这个所以这些我觉得是选择的时候，也许我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也说不清楚究竟怎么样去什么叫 right decision， 什么是 wrong decision，但是我觉得还是要。somehow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一些选择，到将来某个时候你是能够 connect dots， 这一点我觉得，如果你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个人经历来说会是对你 career 是挺有帮助的。我的一点 take away 就从你刚才讲的话，就是你如果想成为一个什么人，你就得去做这个人做的事儿。就比如说你想成为一个 C level， 成为 CEO， 那么你去个大公司里面做一个小的，比如说战略经理，对吧？这个路径是不会通的。但是呢，你如果去一个中型公司，你有机会去涉及到各种不同领域的 operation， 是有可能让你最后成为一个 C level CEO 这样子，因为你去做了这些事儿，所以你才会成为这样的人。你想成为 CEO， 你不能说我永远只做一个基层员工，那这是做不到的。你一定要给你做这个事的机会，所以你才会管理。你刚才讲的，就很多时候管理者是一个 generalist， 对吧？就你必须得有这样就让你去做这个 generalist， 什么都做，对吧？什么 BD、marketing、sales， 什么都管，你才能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对，就是你没有办法 我觉得我的观点是你没有办法 exactly plan 你的每一步，但是大方向其实是，你心里如果有一个方向的话，其实你会大概知道在决策的时候，你会想到哪一个 option 更有可能一些，让你朝着那个方向走。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做了一个决策，你决策什么呢？就是你希望成为一个更加有管理权力或者做企业核心业务的人，而不是选择在大公司里做一个非常平稳的员工。比如说你去 Google、Facebook， 我可以说你可能没有那么快，但是你的生活就非常平稳。就说这种公司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 lifestyle 各方面都非常的可以说简单吧，对吧？有些人他会喜欢那样的选择，但你却选择了这样的选择。你可以说说看吗？这跟你的价值观有关系吗？对，肯定有关系，因为还是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嘛，就是或者我职业生涯我都是服务于这些大公司，对吧？我也观察到
当时比如说我以前做的很多的国内的企业是，比如说当时很火，就当时最好的公司之一中国移动，对吧？或者说一些大的外企。我观察就是说，在大公司里面，你肯定是你在那个平台，你的个人的你的简历会很好看，对吧？你做了一段之后，你再去另外一个大公司或者怎么样，往往都是比较顺利的，而且大部分。但是我也观察到当时的一个经历，就是你在一个大公司里面，你要真正一步步的往上获得 promotion，或者说你有时候很偶然，也很多的其他因素，你没有办法，不是说光有你有能力就能够上去的，对吧？而且大公司因为分工也很细嘛，就是说所以就是说你获得到可能是一个是可能薪酬待遇、生活或者 work-life balance， 或者说你的 resume 会非常好看。你也看过很多人的这个 resume 一路都大公司名校，对吧？那我自己呢？你不在意，因为对你来说没有吸引力，对吧？就大公司或者是也不是没有，其实我很多时候也想去大公司，但是就我知道，往往是因为比如说我家乡或者我成长那边广东很多的中小企业，对吧？大部分都是一些乡镇，就真正企业都是尤其我家佛山顺德，就是很多人就是也没有读过什么，就是从小就创业或者乡镇企业搞起来，就是有一种不服输的感觉。但是我多多少少受到一些那些影响，觉得这个成功的路有很多条，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去最好的公司、最大的公司、品牌最好的公司。你去一些相对中型的公司或者一些平台，让你先有一个切实的运营的经验，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将来是希望这个当然某一天我能掌舵一个公司，或者说做到一个领导层，我是希望我知道要达到那个目标，我隐隐约知道我不能说我就在一个地方做得很精，然后做成 X，我需要的是一个比较广阔的。一个通才的这样一个锻炼的机会，或者说怎么样运营一个公司的锻炼机会。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可能说的挺轻松，当时其实是一个概念吧，一种潜意识里面觉得，也许我去一个中型的公司，能够 hands on， 能够有真正的机会，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所以是这样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吧。这个很难具体说 exactly 对，其实我觉得你这点真的是启发我了，就是我确实觉得像广东那边的人有非常强的这种闯劲，他们很多人都不是喜欢在大公司里面就是过一个非常安逸的，因为我觉得广东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躁动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多的中小企业的企业主，他们不断的在想办法折腾，对吧？他们就是整个文化上不是说我在大公司待着就很舒服的那种，我觉得广东这个地方的人有这种野性，对吧？我觉得是非常革命嘛，革命的一个源头之一嘛，所以就是大家，我从小包括我父亲，包括我的亲戚里面很多也是做这个小生意，或就也是你现在看来也可以叫创业，对吧？但是当时也没那么光环的，就是一些也没有那么互联网，但是我自己觉得都是一种选择吧，每个人的这个时机，包括你的方向，我觉得是要根据你的个人的这个长远的目标来定的。明白，好的，谢谢 Vincent。这次节目可以说是超长的一期节目，比我想象中长多了。但是我实在是不想打断 Vincent 分享，因为我这次节目的干货真的是有一点点多，真的是非常的棒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后面还会有最后一期采访 Vincent 的专辑。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请怎么样呀？请千万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因为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以后的节目，并记得怎么样在 YouTube 上打开小铃铛，在哔哩哔哩上欢迎大家给我们做3连，然后在 YouTube 上呢，请给我们转载或者是评论或者是这个点赞，这样可以让这些算法把我们这么优秀的节目推送给更多的人。好，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这个地方。哦，对了，我们屏幕上会打出我们的一个观众群，你如果扫码加入这个小哥，他会拉你进观众群，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分享。我们有很多的，就是在我们栏目以外的分享，会在这个群里面，好，非常感谢 Vincent 的这样一个分享今天，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